上辈子我嫁给了自己喜欢的男人，没想到这个男人心里一直有个白月光。在我患癌去世的那一天，自己的丈夫竟然还在为白月光的女儿办婚礼呢。不好了，周景然先生，您的妻子刚刚在医院已经去世了。唐如宝那个女人到底给了你多少钱，让你来配合她演这出戏？她明知道今天是可心的婚礼，还打电话过来诅咒自己死，她真是歹毒。她愿意死就去死好了，死了直接送去葬场烧成灰。我不是死了吗？死于乳腺癌晚期，死在了59岁那一年。唐如宝，看你干的好事。怎么是你们？你烫伤了秀秀，还狡辩。周景然冲上来把我推开，额头撞在旁边的桌子角上。我重生在了这一刻，上辈子我也是这样被他推倒的。我让你给秀秀道歉，你到底听到没有？阿然，算了吧，他道歉也不会减轻我的疼痛的。我站起身，抬手抹了一下被撞得红肿的额头。这个歉，我非道不可吗？做错事道歉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修养。我说我没有烫伤他，你信吗？我亲眼所见，秀秀的手都烫脱皮了，你还在狡辩。好，我道歉。我说完，弯身捡起那口还冒着热气的锅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倒在了涂秀秀的手上。唐如宝，你疯了！这次我烫伤你了，对不起。你的秀秀都被烫伤了，还不赶紧送去医院包扎？注意你的说辞，什么我秀秀？我跟涂秀秀是清白的。阿然，我的手好痛。周景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后，抱起涂秀秀大步离开。他是晚上回来的，桌子上并没有像以前一样放着晚饭。我的晚饭呢？没做。我这么晚回来，你竟然不给我做饭，你要饿死我！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出去问问他们，哪个做媳妇的只给自己做饭，不给丈夫做饭？好啊，那你去问问他们，哪个做丈夫的只顾别人的妻子，不顾自己的妻子的？周景然一愣，他这才发现我变了，变得敢跟他顶嘴了。我一会儿要带欣欣去医院看秀秀，你现在去给我煮碗面条。我劝你别耍脾气。我的丈夫都要跟别的女人跑了，我不能耍脾气吗？什么跟别的女人跑？我说过多少次了，我跟秀秀是清白的，我照顾她是因为她们母女可怜。是因为她们母女可怜，还是因为你心里一直爱着她？周景然气得深呼了一口气，他不喜欢跟他顶嘴的唐如宝，他喜欢那个无论他叫他做什么，他都乖乖答应，没有一句怨言的女人。医生说秀秀的手1个月都不能碰水，这1个月你去帮她洗衣服做饭，顺便送她女儿欣欣上下学，你务必把她照顾好，不要影响她的学业。我要跟你离婚。周景然怔了好几秒，不敢相信这话会从爱他如命的唐如宝口中说出。你说什么？我要跟你离婚，你向部队提交离婚申请报告吧。我已经退步了，没有再要你去给秀秀道歉，你干嘛还要在这里闹？我没有闹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跟我结婚也只是在执行我父亲交给你的任务罢了。你喜欢的一直是涂秀秀。我跟秀秀是清白的。不重要了，我就只想跟你离婚。我不喜欢秀秀，你还要跟我离婚吗？不喜欢涂秀秀，会把涂秀秀如珠似宝的呵护；不喜欢涂秀秀，会几十年如一日陪伴在涂秀秀左右。不离婚，一直要这样彼此折磨吗？我不想再过这种守活寡的日子了。周景然嘴角勾起一丝讥笑。原来你闹这么久，是想让我碰你？好啊，我现在就满足你。我抬起手臂，用力地往他刚毅的脸庞甩了一个耳光。你打我！周景然，你别逼我！一股莫名的火气涌上心头，周景然双眼突然变得猩红，他再次上前想要抱住我，我趁机推开他逃离此地。躺在床上，我盯着天花板出神，回想起上辈子走过的路，眉头皱得能够夹死一只蚊子。你不离婚，那老娘我来离。第二天，我拿着离婚申请来到了政委的办公室，政委程刚的表情像车翔一样。周营长要离婚，他为何不亲自来提交离婚申请？秀秀的手受伤了，他这几天下训后都要陪秀秀。离婚是我们心平气和沟通过的，他来交，我来交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你舍得离开景然吗？政委，我从10几岁就喜欢他，也很明确的向他表白我的心意，可他的心一直都不在我身上。强扭的瓜不甜，秀秀的丈夫为国牺牲，她一个女人带着孩子挺不容易的。我跟周景然离婚之后，周景然就可以娶她，光明正大的照顾她母女俩。那你呢？你也要人照顾了？我这不是挺好吗？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啊。那好，离婚申请先放在我这，我回头找周景然聊聊。从政委办公室出来，我心事重重地往前走。秀秀一个人带着女儿生活就够辛苦了，周营长平时对她多照顾些怎么了？你还故意把秀秀的手烫伤。唐如宝，你怎么这么善解，这么心狠？我说谁呢？原来是她的闺蜜张云梅。你再指着我说话，我就把你手指头掰断。还有你不善解，你不心狠，你怎么不让你家男人去照顾她？他们只是兄妹相待，没你想的那么肮脏，你就是在吃醋。你没看到涂秀秀平时都往我家男人身上粘了吗？我家男人除了上训，一有时间就往他那里跑，都忘了我这个媳妇了，我还不能吃醋？你胡说八道，周营长跟秀秀只是朋友关系，他才不会往周营长身上粘，是你心脏了，看什么都是脏的。秀秀那么热情善良，这才不会做出勾引周营长这么不知廉耻的事。可事实就摆在眼前，不信你转过身看看。身后，周景然抱着涂秀秀的女儿可心，跟涂秀秀走进家属院。看到了吗？他们更像一家3口。
你别胡说。那你昨晚没有回来？秀秀昨晚在医院，欣欣没人照顾，我照顾欣欣去了。周景然，你是欣欣为己出，又爱秀秀，你跟我离婚娶秀秀吧，给欣欣一个完整温馨的家。离婚二字一出，现场死一般的寂静。涂秀秀和张云梅嘴巴张大，不可置信地看着。唐如宝吃错药了吧？你别在这里无理取闹行不行？我没有胡闹。我环视四周，见围观的军嫂越来越多。你3天2日往秀秀那里跑，我知道你爱她，要不是我父亲让你娶我，你现在和秀秀早就是一对恩爱夫妻了。周景然，我不要你了，我要跟你离婚。说完，我佯装难过，边擦拭着泪水边往家属院外跑去。周景然气得浑身打战栗，当初是谁整天跟在他屁股后面跑，追着喊着喜欢他，要嫁给他的？还真别说，秀秀平时跟周营长走得还挺近的。我之前就听秀秀说过，周营长会每个月给她20元，给唐如宝只有5元。谁让秀秀是文工团的团花呢？长得漂亮，又能歌善舞的，还是高中生。听说唐如宝在乡下小学都没上完，大字都不认识几个。他也算是有自知之明，知道周营长和秀秀相配，答应了周营长离婚。不管怎么说，唐如宝跟周营长结婚在先，秀秀再优秀也不应该插足人家婚姻。俗话有说，宁毁一座庙，不拆一桩婚。周景然看着军嫂们开始对他和涂秀秀指指点点的议论，气得胸膛剧烈起伏。竟然你和唐如宝真要离婚？周景然满脑子都盘旋了一句：我不要你了。政委，他要离就离吧，到时候他一定会后悔的。你这臭小子就不能哄哄他们？离婚申请？政委，离婚申请我早就写好了。政委看了一眼站在周景然旁边的涂秀秀，语重心长地说道：你可要考虑清楚了，离婚申请一旦往上交，就无法撤回。政委，这是无需考虑。我并没有走远，躲在大门的柱子旁，偷偷望向这边，听到政委他们谈的话，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。上辈子我嫁给了自己喜欢的男人，在我患癌去世的那一天，自己的丈夫竟然还在为白月光的女儿办婚礼呢。重生归来，这一次我要和你离婚。唐如宝，你发什么神经？好好的提什么离婚？你让秀秀在家属院丢了脸，你不该给秀秀道歉吗？她的脸皮不是比城墙还厚吗？咋还会丢脸？我跟周营长只是哥们，是你的心脏了，看什么都是脏。我讽刺嗤笑，目光落在涂秀秀的腿间。你那里长出钩子了吗？还哥们？你简直低俗无耻，不可理喻。是我低俗无耻，你清高圣洁，你跟周景然郎才女貌，所以我同意离婚成全你们。周景然把饭锅重重地放在灶台上，从厨房走了出来。唐如宝，你还没闹够吗？你们男人为什么会觉得女人提离婚是在闹？我就不能是认真的吗？你怎么突然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满身是刺，伶牙俐齿，我最讨厌这样的女人。还有你涂秀秀，你不是说要解释吗？你想跟我解释什么啊？解释你不应该心安理得的享受我丈夫给你的一切，还是解释你故意用苦肉计让我丈夫厌恶我？唐如宝这个女人不会是来真的吧？她和周景然绝对不能离婚。涂秀秀一脸大方施舍的模样。如宝，我知道你烫伤我，你怕景然责怪你才闹离婚这一出的。景然，你快跟如宝说，你不会责怪他的。你们脸皮那么厚，不拿去做防弹衣真是可惜了。老娘不跟你们玩了。说完，我转身大步走进房间。秀秀，你不要理他，他一定是看到周营长平时对你好，冷落了他，他才闹离婚的。我大嫂以前就是这样，见我大哥给我钱花，就吵着闹吵跟我大哥离婚。我大哥同意离婚后，他就慌了，跑回娘家躲着不敢回家，怕我大哥拉他去公社开离婚证明。后来我不花我大哥的钱，他又乖乖了。阿然，以后你不要给我钱花了。说这话时，他的心在滴血。他之所以用鸡汤烫伤自己，就是想让周景然逼我向他做出赔偿。谁知道我会闹离婚？他们走了，我们聊聊吧。这个里面有200块钱，你拿去，以后不准再动不动就提离婚。周景然，你不会觉得我跟你离婚是因为你给涂秀秀钱花吧？难道不是吗？你说是就是吧？我们结婚的时候，你也没有给我彩礼钱，这些就当是你给我补的彩礼吧。彩礼？你也值这个钱？我怎么就不值？家里的一切都是我用我父亲的抚恤金添置的，每个月算你20块钱。我跟你结婚几年了？我伸出手掌，毫不客气的道：这样吧，你再给我300块钱，凑够500。凑够500做什么？你是掉进钱眼里了吗？得不到你的爱，总要得到你的钱吧。我限你1个月之内凑够300给我，不然我还是会继续吵着离婚的。你够了，我给你200块钱，就是让你不要提离婚的。看来我们也没啥好聊的，我回屋了。吃饭之前不要吵我。你烫伤了秀秀，你去给秀秀洗衣做饭。你有病就去看医生，别在这里传染给我。周景然看着我的背影，攥紧了拳头。没过一会儿，他便拿着一个铝饭盒疾步朝涂秀秀的家走去。周叔叔，你来啦！是啊，可心，是叔叔来了。阿然，你不在家里陪如宝，你来这做什么？我来把你们衣服拿回去给如宝洗洗。
如宝性格大变，跟你闹脾气，看我的眼神也像看仇人似的。你再让他帮我洗衣服，他会闹得更厉害的。无事，饭盒里有粥，你和欣欣吃了，衣服我拿回去让如宝洗好了给你送过来。阿然，你这样会惹如宝不开心的。是他把你的手烫伤的，他帮你洗衣服是应该的。可是他在闹离婚，我怕对你影响不好。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是他在无理取闹，影响不了我的。周景然揉揉可心的小脑袋。周叔叔回去了，你要乖乖听妈妈的话。我会听妈妈的话的。那周叔叔今天训练结束后，能过来陪欣欣吃饭吗？周景然点了点头，抬头看着涂秀秀。晚饭你不用做，我从食堂带回来给你。涂秀秀微笑的点头，目送周景然离去。午后，我看到提着一个木桶的周景然，不用问也知道怎么回事了。秀秀和欣欣2天的衣服，你赶紧洗净晒干，不然他们没得换。哎呦喂，周营长怕他们没得换，去成衣店给他们买几套新的啊。别废话了，这都快中午了，早洗早晒干。你真够自信的啊，这个时候了都还觉得我会帮涂秀秀洗衣服。你不把她的手烫伤，她也不需要你洗。我气笑了，来到客厅放开水壶的桌子前，拿起杯子倒了满满一杯的水。口渴了吧？你先喝杯水。周景然蹙眉，狐疑的看着我，不知道我这个女人又要搞什么鬼，但还是伸手来接杯子。我啊的一声，杯子哐啷一声掉在地上。周景然，你讨厌我没关系，但你干嘛要烫伤我？我没碰到杯子啊。周景然整个人都是懵的，我学他的语气说道：我亲眼所见，你还狡辩。他沉默无语，想让老娘帮涂秀秀洗衣服，没门。我不帮涂秀秀洗衣服。周景然思来想去，最后提着桶来到对面和副营长何超的家。张云梅是涂秀秀的闺蜜，虽然也不情愿，但是又不好拒绝。周营长，我在做饭呢，一会儿再洗可以吗？有老嫂子了，这是辛苦费，总不能白叫人家洗衣服。周景然掏出3毛钱递给张云梅，张云梅看到钱，顿时眉开眼笑。周营长，你对秀秀那么好，什么时候娶秀秀啊？我只把秀秀当妹妹看待，我有媳妇了，你们别乱猜。午后，我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发现藏在床上最里面的那只装着200块钱的信封不见了。重生后，丈夫前脚刚给了200块迟到的彩礼费，后脚这个钱就不见了。你竟然碰我的行李袋，还拿走我的钱！没想到堂堂文工团的团花，竟然也会做出偷钱这种鸡狗之事。我步伐匆匆地朝外走去，看那架势像是要去干架。周营长家媳妇气势冲冲的，比我们上战场还有劲儿，这是要干嘛去？还真别说，我发现周营长家的小唐同志不像以前那样怯怯弱弱、胆小怕事的了。看他去的方向是涂同志的家，他不会是去找涂同志干架吧？如宝你也来了，阿然正好打了饭回来，你吃过没有？没吃过进屋一起吃吧。这话说的好像周景然才是他的男人，我懒得跟涂秀秀掰扯，直接开门见山。涂秀秀，你是不是到我家了？为了方便照顾涂秀秀母女，周景然有涂秀秀家里的钥匙，涂秀秀也有他家的钥匙。周景然闻言，以为我是因为涂秀秀在拈酸吃醋。如宝，有什么事等我回去再说。有什么事不能当场解决，非要回去再说。涂秀秀，你进我的房间搜我的行李袋做什么？如宝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搜你行李做什么？把钱还回来。我平时给秀秀送来的米面，我会给你算钱的。你现在过来向秀秀要钱，是什么意思？如宝，阿然也是见我母女可怜才送些吃的过来。你要是介意的话，我以后都不要阿然送吃的了。你别这样为难阿然了好吗？阿然工资不高，还要养家糊口，你还伸手向他要钱，你这是想逼死他吗？呵，每个月就给我5元，我这是逼死他啊？那你心安理得拿他20元，你是想加倍的逼死他吗？张云梅走了过来，语气透着浓浓的鄙夷看着我，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，怪不得周营长早早就写好了离婚申请。我要是男人，娶个这么小气巴拉的女人，我也会离婚。何副营长，你娶了一个大方的媳妇，他同意你像我家男人那样照顾涂秀秀，你怎么看？唐如宝，你胡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？怎么，我不同意我家男人照顾涂秀秀，就是小气巴拉？你不同意你家男人照顾涂秀秀，就不是小气巴拉？你还真是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啊！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你凑什么热闹？还不赶紧回去！我冷冷地看着张云梅，讽刺出声：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你若经我苦，未必有我善。等哪天你家男人像我家男人那样去照顾一个女人时，你别哭啊！我家男人才不会像你家男人那样。我双手抱胸，无所谓地说道：你家最好不是。唐如宝，你到底闹够没有？没有。我昂首看了一眼周围的人，指着涂秀秀质问道：我的行李袋有你残留下来的雪花膏香气，你还要继续说没有搜过我的行李袋吗？阿然昨天提了我的衣服去给你洗，我是去找我的裙子，找不到我才放在行李袋底下的那200块钱，赶快还给我！一想到周景然给我这么多钱，涂秀秀的心脏就像被人拿刀子割一样，隐隐生疼。那钱我……别给我表演我见犹怜的戏码，我只想拿回属于我的钱。你那钱我拿了，
秀秀，你回去陪欣欣吃饭，我带如宝先回家。是我的错，我以后再也不擅自进你们家了。说的好像是我欺负你似的，你擅自进我家就算了，还擅自动我收拾好的行李袋。我不见钱不怀疑你怀疑谁？够了，跟我回去。回去就回去，回去后看你怎么变戏法，看你如何变出200块钱给我。妈妈，你怎么哭了？欣儿，妈妈没事。妈妈，我不喜欢如宝阿姨，是她欺负妈妈。周叔叔会不要如宝阿姨的，对不对？欣欣，你别乱说话。可是我真的好想周叔叔做我的爸爸。学校里的孩子都有爸爸，就我没有爸爸。周叔叔是有媳妇的人，可不能给欣欣当爸爸的。但是他可以跟如宝阿姨离婚啊，这样他就没有媳妇了。涂秀秀诧异地看着可心，一个5岁的孩子，懂什么是离婚吗？欣欣，谁跟你说这些话的？云梅阿姨说的。云梅阿姨说，周叔叔很快就会不要如宝阿姨了，他也很快会成为欣欣的爸爸。欣欣真的想周叔叔当爸爸吗？可心看着涂秀秀，认真的点头。欣欣可喜欢周叔叔了。妈妈，你喜欢周叔叔吗？你想周叔叔当欣欣的爸爸吗？看着女儿清澈的黑眼睛，涂秀秀不想扫欣欣的心，她勉强的笑了笑。这事儿不是妈妈想就能成的。周景然离婚后，如果愿意娶她的话，一切看去都是美好的。可是周景然那样的家境，涂秀秀还真的看不上。打心底她并不想跟着周景然吃苦。你是男人吗？涂秀秀拿了我的钱，你不怪他，反而在我面前发脾气。周营长，你不会也是那种欺软怕硬的渣吧？你不见钱，干嘛不等我回来再说？你这样带着这么多人找秀秀，就没想过后果吗？他偷钱都没想后果，我去拿回我的钱还要顾后果？我伸出手指，用力地点着周景然的胸膛。你的心也太偏了吧？是长到右胸去了吗？你也没有亲眼看到是秀秀拿的钱。我包里全都是他身上涂抹的雪花膏味道，他翻过我的包，那钱就是他拿的。不过你说这钱是你拿的，我就当是你拿的。既然是你拿的，你现在马上立刻把钱还给我。周景然别开脸，不耐烦地说道。给我几天时间。周景然，你为什么要这样护着涂秀秀？那钱明明是他拿的，你现在去找他要，肯定能要回来。秀秀是个女同志，脸皮薄，要是被他们知道钱是他拿的，他以后在家属院还怎么待？我脸上全是讽刺的笑，心里却翻涌一丝苦涩。真是一往情深，用心良苦啊！你非要这样拈酸吃醋吗？在南宁营区时，秀秀救过我，她现在有难，我帮她当是还当年的救命之恩，这有错吗？你还救命恩情就还，但不可以拿我的钱还。涂秀秀救的是你，又不是我。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我不是你丈夫吗？你是我哪门子丈夫？结婚这么多年有圆房了吗？我给你3天时间，3天后我见不到钱，我就去找涂秀秀闹，我还要跟全家属院的人说你在袒护涂秀秀，包庇涂秀秀。眼看周景然的脸色越来越黑，眼神越来越深，我赶紧丢下这句话溜之大吉。第二天，我拿着写好的稿子到邮局寄，从邮局出来，突然一个衣着破烂、5、6岁左右的小女孩从街边的垃圾桶边冲出来。妈妈！我看着脏兮兮的小脸，整个人一震。安来，我不敢置信地看着站在眼前的小女孩，不能说像，简直是一模一样。我的女儿安来死的时候还不到6岁。同志，你没事吧？哦，我没事。你们认识吗？他是这条街的小乞丐，3年前就在这里了。小乞丐3年前就在这里讨吃？3年前小女孩才多大？同志，你认识他？我思考了一下，随便扯了个理由。他跟我去世的小侄女很像，我小侄女3年前去世了。平时好心的街坊会给他一些吃的穿的，他在这里流浪了3年，也没见有人领养。你条件要是允许，领回去当侄女养如何？老天爷不仅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，还给我弥补女儿的机会，我怎么可能把小女孩当侄女养？我要把她当女儿来养，以后你就叫安来，是妈妈的宝贝女儿。安来乖巧的点头，她喜欢安来这个名字。平平安安的归来，回去的路上，经过涂秀秀的家，我停了下来，听着里面传来的说话声。秀秀，那个敌部营地18阵放了没有？还没有，要到7点。怎么要这么久啊？我都急死了。秀秀，还是你幸福，想要电视机，周营长就给你买。是吴排长家不要的，阿然才买的。周营长，这电视从吴排长家买过来，要多少钱？250。哇，这么贵，你对秀秀真好。秀秀，我真羡慕死你了。秀秀是我妹妹，哥哥疼爱妹妹是应该的。我也好想要这样的哥哥。周叔叔，今天的排骨很好吃。食堂放给周叔叔的，周叔叔可舍不得吃，拿回来给欣欣吃。欣欣吃饱了后要乖乖写作业。欣欣会乖乖写作业的。我嘴角扯出一抹讽刺的冷笑，牵着安来继续往前走。途中遇见政委夫妻2人。小唐，这个小女孩是你家亲戚吗？政委，她是我今天收养的女儿，叫安来，公关局开有证明的，合法的。政委叔叔好，政委婶婶好。程刚和媳妇卢英脸上诧异，
收养的女儿啊，我们比你爸妈年纪要大很多，你叫我们伯伯和伯母吧，这样很亲切呢。伯伯好，伯母好。稚嫩软糯的声音十分讨喜，郑伟夫妇两人脸上露出慈祥的笑。你和周营长结婚这么多年了也没有锁住，收养一个在身边也挺好的。晚上回到家，周景然进来，看到家里多了一个小女孩，脸色疑惑。她是谁？我的女儿。周景然第一眼看小女孩时，觉得她跟我有几分相似，再看多一眼时，感觉我们越来越像，她一下子就想歪了。她看去也有4岁了吧？她今年5岁。你和谁生的？我收养的，她跟我姓，唐安来。你当我傻还是当我眼瞎？你说收养，我会信。你看看你们长得有多像，你竟然跟我说是你收养的，难怪你要跟我离婚，原来你早就跟其他男人苟且。你不信就算了。我想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。我掏出公关局开的证明塞给周景然，厌恶道：你可以不把我当妻子看待，但是不能羞辱我。周景然看到上边有公关局盖的章，也有街坊同意和赞成收养的签字，还有今天的日期，还是心存疑惑的看着我。他真的是流浪的小乞丐，你真的是好心收养他。我跟我女儿至少还有一张收养证明，你跟可心有吗？你好端端的扯上欣欣做什么？是好端端吗？你真不是男人。我保家卫国，有军功在身，训练英勇，吃苦耐劳，我怎么不是男人了？我懒得理他，再一次狠狠地剜他一眼。我知道你只认欣欣一个女儿，安来是我收养的，我不需要你承认。还有，已经过去1天了，还有2天的时间，抓紧时间给我筹500块钱，我养女儿要花钱，不然我去找你的秀秀要回他拿走我的那200块钱。上辈子安来是周景然的亲骨肉，周景然都没有疼爱安来，这辈子我更不会指望周景然疼爱安来。妈妈，他是爸爸吗？不是，我已经提交离婚申请了，和周景然很快就会离婚。周景然不会是安来的爸爸，安来跟我姓唐，更不可能是周景然的女儿。妈妈，你会一直爱我吗？安来是妈妈的宝贝女儿，妈妈当然会一直爱你的。自从见到这个小女孩，上辈子生女儿时撕裂的痛，仿佛就是在昨天发生的，我都能重生回来。女儿去世后，穿越到这个女儿身上也不稀奇。前世我还不到6岁的女儿因病去世了，重生后的我竟在那个年代捡到了自己上辈子的亲生女儿。如宝，阿然说你收养了一个女儿，我便带欣欣过来看看。阿姨好。她就是你们收养的女儿。这小女孩怎么长得那么像唐如宝？说是亲生的，也有人信啊。把门字去掉，这是我自己收养的女儿，跟他人无关。可心牵着涂秀秀的手，站在那里用一种打量的目光审视着安来，她在心里嘀咕一句：这个小乞丐真丑。安来看着可心，眼底划过一抹诧异。眼前这个小女孩没有开口说话，但她怎么听见骂她小乞丐的？秀秀好心来看安来，你在这里耍什么脸色？唐如宝，唐团长就是这样教育你的吗？没礼貌。我爸救你，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错。你要是再敢提我爸，我一脚踹死你。秀秀提着苹果过来看安来，来者是客，你不应该那样对他。我无所谓。涂秀秀细细打量着我，我变得没有一丝地方是不让她感到陌生的。阿然，快要6·1表演了，我和欣欣回去排练了。好，你们先回去吧。涂秀秀牵着欣欣出去了，手里的苹果也吝啬的没有放下。很快政委也有事找上门来了。小周，小唐同志呢？政委他带安来出去散心了。这个信封我本来想递交上去的，可想到小唐对你的感情，我扣了2天，也幸好扣了2天。小唐同志对你的感情，别人不知道，我还是知道的。你们现在收养了孩子，为了孩子这婚就不离了吧？政委，婚不离什么意思啊？小唐同志平时照顾你那么周到，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，这份离婚申请我给你退回去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好好跟小唐同志过日子。政委，这离婚申请到底哪来的？小唐同志交这份离婚申请时，我看得出来他舍不得你，他只是想成全你和涂秀秀同志。你们现在有女儿了，你到底是选小唐同志还是选涂秀秀同志？你得考虑清楚。陈刚说完大步离开，不给周景然再提交离婚申请的机会。周景然低头震惊不已地看着手上的离婚申请，这笔记怎么跟我的一模一样？连政委都看不出来。唐如宝大字不识几个，不可能写出这么一份离婚申请的，而且最近又收养了孩子，他该不会是特务，故意接近我的吧？周景然吓得笔直着身子坐在了沙发上。妈妈，我有妈妈了，我不是小乞丐了。你是妈妈的宝贝女儿，当然不是小乞丐。今天来我们家的那个小姐姐，她知道我是有妈妈的人了，还在心里说我是小乞丐。什么？今天跟那个阿姨来我们家里的小姐姐，她在心里骂我是小乞丐。你怎么知道她在心里骂你是小乞丐？我听到的啊，我还听到她在心里说妈妈不给她吃鸡蛋，她不喜欢妈妈。我震惊地张大嘴巴，我没有听到可心说话啊，难道安来能听懂可心的心声？安来是她在心里说的话吗？她在心里面说的，我能听到。安来，这是秘密，你只能跟妈妈说，
不能跟其他人说，不然他们会把你当怪兽抓走的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妈妈，我会保守秘密的。傍晚回到家，我看到周景然也在家里，有些诧异。你不用上班吗？你房间的锁坏了，今天我帮你去买了把锁。哦，知道了。周景然的视线带着审视的盯着我，他性子变了，说话变了，眼神也变了。一个人能变得这么彻底，只有一个可能，以前的他是装的，不会真的是投靠特务了吧？周景然的内心戏实在太足了，因此他越来越怀疑我的身份。第二天中午，周景然的亲人来了，妈和妹妹到了，你去给他们煮碗面，他们还没吃晚饭。你是没手还是没脚？你不会煮？周母上下打量着我，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儿媳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跟阿然说话？阿然是你丈夫，就是你的天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看着上辈子要我伺候，却嫌弃我的婆婆说道：我跟你儿子正在闹离婚呢，他很快就不是我的天了。唐如宝，你非要这么闹吗？不是你在闹吗？你的妈过来了，你不给她煮面，你叫我出来煮面，我是你家的保姆吗？身为儿媳，给婆婆煮碗面怎么了？我们还没离婚呢，休想跟我撇清关系。周景然心里想着，我以为政委把离婚申请交上去了，才这么有底气张口闭口提离婚。他突然很期待我知道离婚申请在他手里的反应。你真是有病！我白了一眼周景然，不再理他，转身进屋。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我第一次来这里就要受你的气。妈，算了，别吵着让邻居们听到了。我去给你和小妹煮面。这媳妇不听话就得打，你平时肯定太惯她了，哪有让男人下厨房的？厨房那是男人进的地方吗？她又不是什么城里姑娘，她敢在我面前拽，以后我慢慢收拾她。妈，你也少说两句吧。她不伺候我跟你妹妹，你就跟她离婚，找个比她听话的。她刚才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们在闹离婚，是不是她偷人了？妈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阿兰，她要是偷人，你马上跟她离，我周家可不要她这种女人当媳妇。妈，你能不能消停消停？周景然本就烦躁，周母在那唠唠叨叨，像个蚊子在他耳边嗡嗡嗡，吵得他更加的心烦意乱。我怎么能少说两句？这儿媳不待见婆婆和小姑子，就得让全天下的人知道。周景然给周母和妹妹周琼煮了一些饭，很快就吃了个饱。死丫头，吃饱喝足了去洗碗刷锅。我洗吧，你们坐那么久的火车也累了。你训练了一天，还去火车站接我们，还给我们煮饭，你肯定累坏了，让你小妹洗。周琼对着周景然傻笑，口齿不清。我死，我死，洗说成死，真是个大傻叉。周母嫌弃地看了一眼周琼，周景然看着吃傻的妹妹，心里不免心疼。哥哥洗就行，你和妈坐着休息会。嘿嘿，锅锅，哥哥，你在这里锅什么锅？快去洗碗。妈，洗碗这种活我能做，你不要总是对小妹动粗。看儿子脸色不好，周母瞪了周琼一眼，真是个讨债鬼。重生后婆婆第一次上门就骂我女儿和我一样，没有教养，还是个赔钱货。外头的猪都没你这么懒的，像你这种没文化没工作的妇女，根本就配不上我儿子。我也不稀罕你儿子。这个小女孩是谁？我怎么没听阿然说她有女儿了？这是我女儿，怎么了？你女儿？你跟阿然生的女儿这么大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结婚这么多年才生了个赔钱货出来，这赔钱货跟你一样没教养，见人也不会喊，是哑巴骂。放你的狗屁！你再胡说一句试试。妈妈，这个奶奶看起来好凶。我说错了吗？我可是你奶奶，你见到我不喊人，还敢用这样的眼神瞪我，看我不把你这个赔钱货的舌头割下来。我一个巴掌打得周母晕头转向，周琼被这一幕吓懵，站在客厅痴痴傻傻地看着我。这个大嫂真厉害，敢打母亲。赔钱货，赔钱货，你自己也是赔钱货，哪来的脸在我面前蹦跶，敢在我面前对我女儿大喊大叫？你是当我死了吗？周母气得发疯，指着我恶毒地骂道：你这个对老不尊的女人，你敢打婆婆，你会遭天谴的。你和你女儿出门都会被天打雷劈。婆婆，我爱你儿子，你就是我的婆婆；我不爱你儿子，你什么狗屁都不是。你反了天了，看我不让我儿子收拾你，你死定了！我一把揪住周母的衣领，把她半个身子提拢起来。再让我听到你骂我女儿，我就把你舌头切了，让你变成哑巴。说完，我转过身对着安来说道：宝贝，我们进去洗漱，一会妈妈带你去吃好东西。回过神来后，周母又怒又气，坐在地上放声哀嚎：造孽啊，真是家门不幸啊，娶了这么个毒妇，谁娶谁倒霉啊，真是惨呐！周母在那里鬼嚎，我听了就烦，端起脸盆直接把洗脸水全朝她脸上泼去。再在这里嗷嗷叫，我一会儿糊你一脸大便。你想闹，等我不在家再闹，闹得越大越好，最好是闹到上面去，让上面更快的给办离婚手续。但是我在家，你最好闭嘴，我最讨厌疯狗在我耳边吠。周景然很快回来了，他提着一块新鲜的五花肉进屋，他见到周母狼狈地坐在地上，地上还湿了一大片，以为周琼在客厅解小便，周母在清理小便呢。小妹，你怎么可以在客厅小便啊？还有你唐如宝，
小妹在客厅小便，你怎么能让我妈擦呢？我很佩服自己是怎么忍住没去抱周景然的头的，他脑子装的都是羊粪吗？我呸，还不是他打我，还用水泼我。阿然，你赶紧给我好好教训他。周景然一听，脸色顿时沉冷下来。你敢打我妈？一条疯狗朝你扑过来，你是站着让疯狗咬，还是一脚把疯狗踹开？我妈再怎么刁蛮，你也不能打她，她是你长辈。你也知道你的老妈刁蛮啊，她算哪门子长辈？安安，走，我们出去玩。玩什么玩？你没见我买肉回来了吗？还不快去给我们做饭？你秀秀妹妹不是在家吗？让她过来伺候你老妈和小妹，她可是你妹妹，你们一家得好好聚一聚才是。我牵着安来的手，一脸欢愉地走出屋子。刚走出屋，就见到了提着苹果的涂秀秀。见四下无人，涂秀秀也懒得装。唐如宝，你做人怎么这么失败？丈夫不爱，婆婆嫌弃，那岂不是正好？他们都送给你了。涂秀秀有种一拳头打在棉花上，不痒不痛的憋屈感。你别以为变得刁蛮任性，阿然就会高看你一眼。不管你变成什么样，在阿然心里，你永远都不如我。发病了就乖乖拴好绳子待在家，别出来咬人。涂秀秀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我在骂她是疯狗，她气得跺脚，目光阴狠地瞪着我走远的身影。你快说，你跟他什么时候生了个女儿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妈来是如宝收养的，他们简直是一个饼印出来的，像收养的嘛，一定是他跟外面的野男人生的。说话间，周母见到了涂秀秀，表情一换，堆了一堆讨好的笑。呀，秀秀来了，婶子好久没见你，可想你了，我给你倒水喝。说着倒水，可身体却很不诚实地走到涂秀秀面前，一把拿过苹果。还是秀秀善解人意，有知识有礼貌，这么好的女人，谁娶到谁有福气。不知道我家阿然有没有这个福气啊？周母靠近来说话时，喷出来的口气熏得涂秀秀别开了脸。要不是需要在周景然面前端着知书达理的姿态，她早就警告周母离她远一点。秀秀，你这么早不上班啊？最近在排练表演节目，我手被烫伤了，还没完全好，排练几场我就回来了。哎呦哎，这么漂亮白嫩的手，烫伤了多心疼啊！当时一定很痛吧？没事的，阿姨，你衣服湿了，进去换套干爽的吧，不然会感冒的。我去给你和阿然做饭。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她，为了逃避周母，钻进厨房做饭。秀秀，你出去歇歇，我不用你在这做饭的。阿然，这如宝不在家吃饭，他要去哪里？管他去哪，不在家最好。他侧过头，假装不经意地问道：“他不会是拿了你给他的300块钱出去乱花吧？”周景然狐疑地看了一眼涂秀秀。秀秀怎么知道我把300块钱都给了唐如宝？难道如宝跑到他面前去炫耀了？不是，既然钱给了他，他爱怎么花就怎么花。周母杀猪般的声音，尖锐的要刺破他们的耳膜。你说什么？你给那个女人多少钱？涂秀秀一看，心里得意，脸上却摆出一副做错事的样子。阿然，我好像惹祸了。秀秀，你没错。他心里还闪过一个念头，那些钱是他借战友的，周母要是能从我那里要回来，也是一件好事。妈如宝他吵着要钱，我就向战友借了300给他。借钱给他，他要那么多钱做什么？涂秀秀的想法跟周景然一致，都想借周母的手从我身上拿回300块钱。他忍着周母身上的味，搀扶着周母到沙发上坐下。阿姨，如宝闹着要跟阿然离婚，阿然给他300块钱是让他消停。阿姨你别生气，我给你洗个苹果吃。我能不生气吗？那个女人根本就不把我这个婆婆放在眼里，打我还淋我一身水，她有什么资格向我儿子要这么多钱？我现在就要去找她，把钱要回来。说着，周母就风风火火走出屋，生怕慢了1秒，我就把那300块钱花完了。阿姨，你等等我啊，我也去。重生后，婆婆为了夺回我300块的彩礼钱，二话不说就要一巴掌打在我的脸上，抬起来的手臂还没来得及挥下，就被一只大掌拽住。故意伤人是可以去有关部门举报你的。你谁啊？敢拦着我教训我儿媳？你不会就是唐如宝外头的相好吧？是不是你指使他跟我儿子闹离婚的？说话得讲证据，而不是在这胡言乱语。300块钱啊！我家阿然1年的工资全都被这个女人给骗走了，是不是你在背后指使他这么干的？妈呀！沈团长不认识唐如宝，你不要在这里胡闹了。周母一听对方是团长，猛了一下。阿兰，营长级别高还是团长级别高？周景然被他问得脸庞发热，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。我要是比你儿子级别高，你就讨好我；要是低，你就会辱骂我吗？周母听男人这么一说，他马上知道谁的级别高了。大水冲破了龙王庙，是老妇有眼不识泰山。沈团长，你千万别怪罪阿然啊，是他，都是他跟别人生了女儿，还要跟我儿子离婚，还骗我儿子300块钱。300块钱是你儿子还给我的，怎么能是我骗他？我儿子又没欠你的钱，为什么要还你的钱？涂秀秀偷了我的钱去买了电视机，周景然为了包庇他偷钱行为，替他还钱，那钱是周景然还给我的，你有什么脸面要回去？唐如宝，你别胡说。如宝，那钱是我给你的。
秀秀拿的也是我的钱，不是你的钱。那笔钱我一直不舍得花，是他趁我不在家时进我的房间拿走了。你不仅没有去向他追要这笔钱，反而还答应给他买电视机。我知道涂秀秀救过你一命，你从此就深深的爱上了他。我也知道你娶我是因为我父亲当时救过你一命，你在报恩而已，你对我并没有一丝爱意。我当时只是进去找我的裙子，看到信封上写着阿然的名字，我以为是如宝偷了阿然的钱，我就拿去给阿然了。我真的没有偷钱，如宝，我向你保证，以后我都会跟阿然保持距离的。但你不能因为这个而怨恨我啊！我跟阿然是清清白白的，你突然领个孩子回来，阿然问一句你跟谁生的也是正常反应，你干嘛要冤枉我偷钱啊？我说了，安来是我侄女，你们一个个的不信罢了。那我问你，安来是不是你在我执行任务的时候生的？你是执行2年任务，但我1年365天都在家属院，我有没有大肚子，他们看得清。周营长这么说，是承认如宝背叛他了。只有枕边人知道枕边人，唐如宝有没有偷人，周营长最清楚。就是周营长说他伤风败俗，那他一定是偷人了。这种破鞋应该赶出家属院。赶出家属院。很快就有几个人过来架起了我。此时政委程刚正好赶了过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政委，唐如宝偷人，跟别的男人生了一个女儿，这种伤风败俗的女人就该赶出家属院。程刚严肃地扫了一眼在场的所有人。就算小唐同志犯了错，也是交给公安同志处置，你们这样做也是犯法的。偷钱偷女还情有可原，可是偷人啊，多丢脸的事啊！景然同志，你就这样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媳妇被欺负，别人说小唐同志偷人你就信，小唐同志对你一片痴心，他怎么可能偷人？荒唐，简直荒唐！政委，你不能包庇唐如宝，他要替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的。偷人生孩子就应该进猪笼。就在大家讨伐我偷人时，每天都往家属院送报纸的邮递员过来了。这个小女娃3年前就在邮局那条街乞讨了，这位女同志在邮局门口遇见她，小女娃长得很像她去世的小侄女，这个小女娃不是这位好心同志生的，你们都冤枉她了。她好心收养可怜的孩子，本是一件善事，怎么在你们眼里就是一件伤风败俗的事呢？都说侄女像姑，如宝的小侄女会不会没有死？她就是如宝的小侄女。长得十分相似的人多了去了，你们也是女同志，明知道名声对一个女同志来说很重要，你们还要故意去诋毁，简直猪狗不如。陈小敏抱着安来走过来，她是这里我唯一的朋友。如宝，我们回去吧，他们没有权利把你赶出家属院。好，邮递同志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你有公局开的收养证明，他们不敢对你怎么样。周母眼看我要走，突然喊道：那300块钱你给我啊！妈，你别再胡闹了，那钱就是他的。就算是他的，我是他的婆婆，他拿来孝敬我没问题吧？要钱的时候你就是我婆婆，我被欺负、被冤枉、被赶出家属院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你是我婆婆？那是你活该，好端端的你收养个赔钱货干嘛？你有那粮食养一个来历不明的赔钱货，还不如拿来孝敬我。周母被周景然拉走，但还是不甘地说着：你这个不下蛋的母鸡，跟我儿子结婚那么多年也放不出一个屁来。我放不出屁来，那是因为你儿子无能，你儿子就是个软虾，熟透的香蕉都比他硬，他都不行。你想我生出个什么样的蛋来？我跟谁生去？跟我的2块床板吗？我说出的话字字如雷，炸得在场的人都身体猛地一颤，他们的脑子都有瞬间的停滞，似乎是在消化着我所说的话。周母气得四肢发抖，气急败坏地指着我：你在诋毁我儿子，你根本就不是人。你儿子不行，你应该带他去看医生，而不是在我面前歇斯底里。周景然心里难受加愤怒，他没想到一直爱他的唐如宝变成了这样，还说他不行。他赶紧把周母拉走，不让他继续在这里丢人现眼。安来被吓坏了吧？妈妈，我是不是给你添了很大的麻烦？不麻烦，安来，这些都不关你的事。小舅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闻言眼底划过一抹诧异，这个高大英俊的年轻男人，原来就是陈小敏说的小舅沈琛。刚才谢谢你了。不是，我这边的任务完成了，给自己放个假。你还有假期？我又不是耕田的牛，还不能有假期了。耕田的牛都比你休假多，2年休半个月假不过分吧？大哥都大把年纪了，小舅你也不年轻了，你也是时候给我找个小舅妈了。儿女之情只会影响我工作。外公外婆就你一个儿子，你不找小舅妈，他们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这话要是被你大舅听到，他会不高兴的。大舅又不是外公外婆生的，我跟他也不亲。我不是那种别人在聊天喜欢插嘴的人，沉默的听着他们就生2个在聊天。我在想着一会儿回去，周景然会不会因为我说他不行而对我动粗？